Before the show starts, please turn on CC subtitles. 手作森林陪伴你的手作日常，欢迎来到森林小秘境。喵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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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喵。为什么今天有两只猫？每次自己叫完，然后自己就觉得很好笑，然后又没有办法舍弃这个 opening， 真是不知道永远都是猫。对，就是这样。好啦，今天我们要来继续那个我们尼基的人生履历表，还没结束哦。从年轻到现在，真的经历太多太多的事情。我还是很年轻，60岁了这样。从15到25左右。对对对，从以前到现在，经历了好多好多事情。今天我们来聊一下这个创业的故事哦。对啊，我觉得我今天是根本回忆录我要想想以前发生的事情，我有点忘记，可能还会想不起来。就像你要叫我去回想我以前去打工度假时，我可能也想不起来。真的吗？对啊，就是你可能只会有几件印象非常深刻的事。那你下次那个复制给我，我来访问一下。对啊，那其实手作森林今年已经第9年了嘛。我觉得先不管我们今天做的是什么生意我觉得能够到达9年，已经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了。对，我觉得10年可以切那个很高的蛋糕。你说10层那一种就是周年庆的蛋糕是吗？好像可以。我们是不是10周年应该来办一个什么很盛大的就是 party？ 对，就是流水席啊。直接流水在外面的停车场包下来。一开场就是在那边冷笑威。不过我觉得可以，很认真耶。我觉得10周年是一个非常值得庆祝的事情。而且那时候你们反正都还在嘛。在啦可以啦，目前到现在还是很开心，好不好？对啊，你看我们这工作非常的自由，但是非常自律。对对啊，那就是已经第9年了耶。那就是你现在回想看看以前啊，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冲劲跟念头，让你想要就是开一家属于自己的店呢？以前在学拼布的时候，然后我很喜欢有一个老师，日本老师，然后我把他的那个店啊印下来，然后贴在我的工作室。你下次把那照片提供给我们，把你披在那个我们那个影片上面，给大家看一下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店，引发了一个他想要开店的念头。但他那个店是小店，然后很有意境，就是那种日本那种小文具店那种感觉。结果就以那个为目标，就没想到就最后竟然开这么大。因为那时候我原本也想说开一个比较小，房租比较便宜。但是你是因为看到那家店很喜欢，你才有感觉说我也想要一家这样子的店吗？还是说你只是我想要一家这样子的店，可是你看到它你就以它为目标？我觉得我从学拼布那一天就想要开一家店，学的那一天开始你就想要开一家店，你要一直想象那个店的画面才有办法继续下去啊！你就觉得吸引力法则，就是你一直想，所以你一开始的目标就是要开店。对。所以你不是兴趣学到来之后发现我好像可以来开一家店。没有，就同时间觉得一定要做这件事，因为你觉得如果一个人在店里面有客人坐在那边疯，很有 feel 目标一下就设得很远。对，因为我觉得目标就是要设比你原本想象的极限再多，你才有办法成真。大家有从前面几集这样听到现在，有感受到我们尼基的个人魅力的吗？他好狂热，他非常狂热，他是一个很有目标性的人耶。对，所以我朋友如果心情不好或什么遇到挫折都会打电话给我，因为马上被激励。你就是脑筋急转弯的乐乐吧？我明明就是有有有2个人格。脑筋急转弯第2集吗？你有看吗？不错，还没有去看，但是我在这之前我就先去温习了一下第1集。我真的觉得那个其实给大人看的电影耶。对，我觉得一定要撑下去，就是在很痛苦的时候，因为它全部都是你，就是一定要撑过去的。对，就是里面所有的角色都是你的一个部分。他只是想说，如果你当初开的时候啊，你的家人有支持你吗？这件事我好像有说过，就是我们有在 EP 里面稍微提了一下，就是他们其实是支持我做拼布，但是开店毕竟就是不一样嘛，就跟你自己手做人根本不一样，所以他们就也很怀疑，加上可能
没有办法很支持吧。他们是担心你没办法吃饭是吗？他们可能觉得你可能上班，然后有一个这样的兴趣，这样是 OK 的。我们那个年代的妈妈都这样。对，因为觉得这样子是比较，就是你有一个正常的工作，然后赚一点钱，用那个钱去当做娱乐。对，因为其实他们那个时代是这个样子，你没有办法把这个专业的东西就是想要靠它吃饭，对他们来说是很大的风险这样。我以前也是啊，我就说我想要学做蛋糕，我以后想要走这一行的时候，妈妈就说你要不要以后找到工作之后，对，再把它当成你的兴趣，如果真的兴趣有发展起来再说。但是其实我到现在这年纪，我再回想起来，我觉得我妈真的是对的，就是因为其实你真的要用这，其实你的就是那几率要成功几率真的很低。所以那工作至少是蛮稳定的，那老人家总是希望我们就是可以稳定的，就是有一份正常的工作，起落落有很多事情。对，因为我以后自己当妈，我现在自己当妈，我就觉得，我好像，所以如果可以懂你女儿跟你那个心说情，我以后想要自己开店，你是不是就坚决反对？妈妈我要当设计师，不要说不要这样。我要跟你一样，你不要走我的后路。对，其实对这是真的有点难，对。因为如果他有一个很专长的事情，他更喜欢的，也许可以做更喜欢的。但如果手做，真的这条路很难走，真的很难走。他会不会真的等一下流泪啊？他有时候非常的感性，但是那个点我抓不到，他就会突然哭起来。其实我也抓不到，情绪来了就哭一下这样子。那可是你说他们不太支持，那后来你有说服他们吗？还是你就说我不管，我就是要去做我自己想做的但是这件事情？些事情在这里可以讲吗？可以哈，没有，因为看你啊，没有，因为其实一开始都不是真的非常支持，直到我开店好多年后才变成支持。所以他们一直都就是还是看着这个店的发生，然后做得如何。因为刚开店的时候生意真的不太好，那他们也会想要劝退我。哦，所以你就已经开了，他们还要跟你说，对还是你现在要收起来这样？我现在我要避免我爸妈就是载到 podcast 这个内容，因为他们如果现在听起来，他们可能也会觉得他当初真的有没有这样子劝退我，他可能也忘了啦。对，所以是到开店后来，因为有一些父母他是说，就是说不要，可是当你真的做的时候，他可能还是会默默的支持你，譬如说，还是我帮你怎么样，还是我帮你怎么样。对，然后有时候我妈就会偶尔，不是，就蛮常来我们店，然后来的时候，我就会很像跟老板在报告什么，就例如说，今天有几个学生，要有人进来买东西什么，然后我就觉得我到底在干嘛？然后后来才渐渐的，就是没有这样子做，不然我都会跟他报告，就是这几天、这礼拜店里头的状况。你其实是心里想要让他知道说，其实我是有在经营的，并不是说完全没有任何的进展。对，你想要就是证明自己吧，对。但是后来觉得，其实我做这样真的对，好像在跟长官禀报些报表，就是为了让他放心啦。对，想让他知道看到说，我在努力哦，这种感觉。对，因为其实我是刚开店那时候真的很努力，就是每天从早到晚都在店里面。你刚开始应该就没有请员工，就是我跟我老公啊，就你们两个，然后就坐在店里面修对款。对，就是在1楼，然后只要有人进来，人家只要经过橱窗，我们就会冲出去跟他聊天，就是冲出去跟他聊天，然后就会就是想办法让他带进来逛一下。那通常可能是路过的阿嬷嘛，骑脚踏车的阿伯啊之类，但是我们都会跟他介绍一下，说我们这边有一家这样的店，然后就欢迎他以后可以来这边吹冷气或什么的。对，就每一个人哦，就是经过，然后我们就会给他开门，因为我们的大门，如果来过我们店的人就知道，我们那个大门其实很你要推开，对，会有一点害怕。对，而且其实你会不太知道里面，其实看不太到里面的状况。对，你就是怕说，里面是不是在干嘛？我是不是我真的要进去？因为很多人都以为我们是餐厅，说进来要什么3位。曾经有人这样过吗？对，就是他会说3位，然后我说不好意思，我们这不是餐厅。然后看一看，你们这不是餐厅吗？然后后来我们就是在1楼开了一个甜点店，1楼后面就是让人家可以进来吃一点甜，因为那我们有卖那个可丽露啊。所以你是经营到第几年的时候才开始进驻这个甜点店啊？还是说你一开始没多久，大概1-2年吧，你就发现这可能是一个契机，因为有人会推进来说他要吃饭？对，然后那时候就是有做一个招牌，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是反正满心期待嘛，我就买了一个那个蛋糕柜，就是那种甜点漂亮的透明的，还特别去找那种方正，因为有一些是有弧度，特别找那个直角的。然后呢，我整个店里头买了一堆杯盘。
一堆，真的一堆，花了很多钱，因为特别我要买 LC 的，所以我就有各种颜色 LC 的，因为我就觉得有一种梦想嘛，什么是 LC， 就是一些坚持，然后杯子啊，全部我不知道买了多少杯子，然后我们就是在那边煮咖啡啊，然后所以你当时有请甜点师来做吗？有，我有一个朋友，你还请了一位甜点师，对，但是他就是在家里做所以你只是等于是批啦，对，就是他的甜点放在这，我还以为你就是一个人在这里做甜点真没办法，每个礼拜都有进货嘛，那常常都吃不完，就是卖不完，然后我们就自己吃，不然就送好朋友吃，或者送我爸妈吃，大家也是吃到很害怕，真的很害怕，因为我就觉得不想要浪费食物嘛，然后到最后就觉得因为我们那甜点师很经典，他叫佩，然后他是从法国学回来的，然后他因为他搬到澳洲吧，纽西兰。所以我们就会终止合作，这样。所以如果他没有搬了，你还会持续想要这样子有一个甜点的？我不确定，因为那时候记忆有点模糊，就是最后到底这种多产业的经营嘛。对，其实现在很多复合式的这种，譬如说你进去，可能旁边会卖餐具，或者是说进去他就会旁边卖衣服啊，或者是我们是不是要卖一下？我们现在后面就是长得跟一个不好意思，长得跟仓库一样。对啊，我们店真的是不够大，不然真的是可以。真的东西实在是多到一个不可思议。那我们一开始课程部分就只有你在教，对我教证书，所以你一开始就只有上就是证书班这样。对，一个礼拜一次。可是你这样子，譬如说假设你说你现在在那边开店，然后你经过人，你可以出去跟他讲话说，我们这边有一家店。但是当你要开课程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去推广这个课程？你总不能路边每个人经过就跟他说，这里可以上拼布。没有，因为一开始我先在实践大学教嘛，然后那些学生就全部跑来我们店上课，所以他们就有先去别的地方对，我在老师这样。对，推广部教了2年，然后我们就那些学生会来新竹找我，然后他们都在2楼上课，就全部都台北学生，他们就会同时间来找我。然后那时候我一边要顾1楼的店，所以我就是只要门一开我就冲下去，有人进来，不是因为有点你在2楼上课，对，然后就等于你根本就自顾不暇，你又要教学生，然后一下门一开你要冲下去，然后电话也要接，对，就是很多问题。然后后来才请了我们 Joyce 老师。所以这样你这样自己一个人忙碌这么久，大概经历了多久时间？我不知道，要问 Joyce 因为 Joyce 可能记忆比较清晰。他是说他大概来了8年啦，那可能是1年，我自己知道1年，因为我们一开始店是开到8点，因为我一直很希望想要学拼布、想学手作的人都可以随时学到。所以就是下班可以来上，对，就是从早上，我想要从早上8点开到晚上8点半，然后6日都开。就后来发现我身体支撑不了，好逼人哦。后来我们就变成星期3就是上到8点半，其他日子就是提早。对，然后那时候我好像同时间有在实践教，所以我平日是不在的。对。然后有时候我想要去日本进修，我就会写说店长今天这礼拜休息，然后挂在门口，所以就等于边上课，然后对，那时候其实是蛮辛苦的，对，因为其实一天进来的客人数得出来，就1个吧，2个最多。所以就想说，你宁愿出去外面，可能再学一些东西，赚一点钱，应该是这样说。去接课所以你去实践上课的同时，其实你的店已经开了。对，我店已经开了。然后那时候我还有在台北教一个小班级，然后在台北车站那边。对，你是怎么样子？是他们来找你吗？还是你自己去推荐说，我其实是一个拼布老师，你们有没有要开拼布课啊？其实我那时候一开在店里头开的时候，就有一些台北的学生会主动来这边上课，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在官网，那时候我们官网做的就是阳春，然后他也会看到这样子，然后就是介绍的。那有一些人他是可能上到高等科，然后他找不到老师，他就会来找我，这样就是收那种半路的学生。所以其实教你这算证书班？对，我都是教证书班。证书班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就是日本的证书，然后日本它有分2个系统，是永汉跟光桥系统。那永汉是比较大，所以我都是教永汉系统的。对，然后他们都会从本科开始上嘛，然后上完又想上机缝，所以就是永远上不完，一直在上课。所以等于一个种类就一个证书是吗？对，机缝总共有4张，然后手缝有4张，对，所以就是需要1张大概1年到3年。
你说什么？那一般人大概平均最快一点的人大概5年可以拿到证书，那慢一点可能10年以上这样子。我先就是告诉大家，拼布不是花钱就有办法拿到的证书，对，真的。对对，然后他的每一个作品，他会给我们一张那个学习单，就是每个作品我可能要盖一张，叫学生，我就盖完以后，这整张送去日本，然后照片全部的作品都有照片送去日本，然后他们 OK 了之后才会发那个证书下来。对，那基本上他会认这个老师盖了章，他就认为他应该是 OK 的。哦，对，不需要食品这样子。对，通常不会，但是最后一个作品要。对，就是你会连作品就是一起要送去对，到最后的状况，最后阶段。那他们现在基本上看照片啦。哇，这条路真的是不好走哎。那我很好奇，至今有同学就是拿到4张证照吗？因为我只能发到3张，那最后一张是日本发的，所以有1-2个拿到奖还是有人达到的。对，但是要非常认真。哇塞，对，因为其实你一开始上，你就要想办法把它上完，因为不然就浪费了。对啊，就等于你就是到中间而已，没上完这样。对对对，哇，惊呆了，惊呆了！天哪，这条路好长哦，大概4-5年左右吧。我大概也是差不多这个时候才拿到的。那你已经是很激进的人了耶。对，我每天下班都我真的很激进的人嘞。对，但是像有一些学生一来就跟我讲说，他想要在更短的时间拿到证书，然后我就说好，你确定后，那我帮你来照表操课，我就写日期，几月几号之前要交什么，然后他就那通常就是最后就那个人就不了了之。赶快，如果听到这个 podcast 的同学，赶快出来，赶快来认领，你的老师在这里等你哦。对啊，对，因为这个真的要非常爱啦。对，真的耶。而且我觉得中间一定会经过挫折，例如说你可能一直缝的不好，一直往后就退针，然后往前缝也缝的不完美，但是就是要撑过，因为你中间会一度怀疑说，我真的喜欢这个吗？或是就是会经过很无聊的时间，修炼心性的过程。对。那你当初请老师来，你是本来就请一个老师，想要请他来教课吗？还是说你其实是请一个帮你固定的人？你说Joyce老师？对啊，你当时请人的那个点是在哪里？对，就是因为我有个朋友，然后他说他认识了一个人，所以是介绍来的，对，很适合我们店。所以你当时其实没有特别想要请员工，只是说有人介绍，就想说不然对，然后就是试试看，就当天就认识了Joyce老师，然后觉得很不错，我们就一起来玩。对，然后你就开始开了包包的课程。对，然后 Sherry 好像是在Joyce来一阵子就来了，我不确定他来多久，可能要访问一下 Sherry。对，然后 Sherry 就来了，所以我们店那时候就是4个人加布兰就4个人。科普一下 Sherry 是谁？Sherry 是我们店的店长，那他非常非常非常的细心，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细心。对，就是你看要讲3次，对，要讲3次，我会强调一下。你们可以来我们店里，就是跟他聊一下。我觉得我们店真的没有人比得上他，没错，真的，我觉得他要有性格，加上对，就是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就是要很有耐心，把一件事情做到极致。他是这样的人，对，而且他不会不会脱钩。再来一集访问他这样，没错，对。可是你当初好，你说这样又加了2个人，可是你当初有想要扩大经营吗？还是我想要经营一个非常小的店？这是我一直以来就是想要就是弄一个很小规模的，但是后来就是中间一开店1-2年就有人找我去做分店，或者是做百货公司设柜啊什么，然后我一开始都觉得就是我不想。对，因为我觉得我们不可能有那么多人力，然后我还要到处跑，然后训练这样的老师非常困难。对啊，然后要找到老师真的是蛮困难。你有没有什么就是在找老师这个过程？因为我们现在其实我们的课程非常的多，除了我们刚刚说的那个Joyce老师之外，还有非常多老师，还有一些是外聘的嘛。你在找这些老师的过程，有没有什么很有趣的事情呢？我们之前一开始第一个养才老师是我阿姨。就我妈的妹妹，然后听说过家族事业，然后因为她是那个下班师，所以她蛮厉害，真的帮助我们很长一段时间。对，然后她真的很厉害，她就是什么都会做。
然后后来才慢慢，因为毕竟他不可能每天来嘛，才会慢慢再请到，就是一个介绍一个。但是所以你没有就是上网公告，譬如说可能104啊什么，就是真杨才老师啊什么的。可能曾经有吧，但是后来都是因为朋友介绍，比较因为毕竟杨才的也是很专精嘛，需要的老师也是跟像我们的领域是完全不一样的。我觉得这其实做这种需要用手做的东西，我觉得都这样，它是有人要有人脉，因为那个就是啊，你需要有信任感，你需要知道这个人的时机，有人真的跟他共事过哦，这个人其实什么地方很厉害，很适合你，可能才会有一个安心感。说真的，如果你去面试啊，然后来的是一个陌生人，他跟你说的天花乱坠，你还是有一种哦是吗？真的吗的那种心情。而且我觉得不止要会做啦，我觉得就是沟通也很重要。我觉得沟通其实是一个最难，因为其实手作人是这个非常苦手像我就是我的讲话是经过一点点训练，不然我是完全没有办法一句话没有办法讲好的人。所以你还去上讲话的课？当然没有啊。只要好像我以为只要跟那个这个人到底不然一辈子要上我们店的老板多少课啊就是不然讲话你就有办法训练到，因为就是很长嘛，先不要，先不要。对，就是要长期经过训练，然后而且我觉得教证书也是有在训练。就是我现在已经教到，就是那个同学坐很远，然后他一个动作我就说你现在不对，你下一步不是这样，然后就哦，老师你们知道我要干嘛？就是看多了，所以就大概有知道。这真的是所谓教学相长就是老师其实也是需要训练，就是教学这件事情，就是每一个同学他都会在这个地方做错，不知道为什么。那你就是他快要发生的时候，你就赶快跟他讲，就是一个难点这样。真的因为教学的时候我们自己做就这样夹起来车很快啊，但是我们要教学的时候就要讲得很仔细，这里车到这里，这里要折起来什么，那当然讲的。当然有一些人就是你大概讲他就完全理解，但有一些人他例如说这个穿针他就是讲20次他还是记不得，也会有这种状况。但是你就是等于反正我已经讲了上千次，没差这20次就讲吧。所以我觉得这真的很难，因为我以前在教别人做甜点的时候，你知道要那个员工训练嘛，然后你要教他做出店里面的东西，就是配方。如果他来是一些新手的话，因为其实啊，你如果去有时候你应征一些很有经验，他会非常有自己的想法，然后我就会头很痛，因为你知道吗？日本人就是1就是1，2就是2，他不喜欢你。就是去颠倒太多东西这样，可是有些人因为他做吃的这种东西，其实手做也像，他顺序其实说真的没有那么重要，你只要可以做得出来就好。但是因为我们需要一致化，需要 SOP 嘛，你就至少要80%跟着那个步调走吧。那当他有一点经验的时候呢，你就会头很痛这样，他就那为什么不能这样？对，我心想说啊就不行啊。所以就是会一点点最难教。对，然后完全是零的时候呢，也有它的困难点，因为你要跟他讲一些专有名词的时候，他听不懂。我跟你说，我现在跟你讲，你这个帮我打到湿性发泡，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就是这样绵绵的，就是他们会不知道那个什么叫8分，什么是9分。哈，这个哈好精辟。其实我觉得最好的是，就是从零都开始，就同一个人教。对，其实对重点是这对，所以我建议大家还是就是本科的时候就要过来。就是曾经消失的学生，记得来这边找你的老师。你这个地点啊，当初是怎么找到的啊？怎么会想要开在这里啊？因为这边其实你要说市区也不市区，它也不偏远。没有，最主要是旁边有停车场。然后又是老房子嘛，租金比较便宜，所以就是想说，就是当然房子越老越好嘛，就比较便宜，我没有办法改。但是因为我改装花了非常多钱，真的。所以你一开始就想要老屋改造吗？你本来就想要做这件事情吗？对。然后我刚好我朋友所以才故意找一间老房子。对。然后我朋友刚好认识一个设计师，然后我就说好啊，那我们来做做看。然后我从头到尾都没有给他任何意见，他做出来的。你也蛮敢的耶。我觉得我就是这么敢啊！他真的是一个女汉子，而且你知道吗？因为当初这个地是平，就是那种窄的，然后很长，就是完全没有采光。然后因为它是一个长方形，有以前房子都这样。对，然后楼梯是那种你知道那种很陡的发夹楼梯，你知道吗？然后发夹，它在最后面走到底，然后这样发夹上去。然后那时候我们设计师说2楼要打个大洞这样，
然后我也觉得打就打这样，然后打的时候那个打的那师傅还跟我讲说，你们确定这 size 是对的吗？然后我就说就设计师给的洞太大是吗？就是他说他没有打过这么大的洞。然后隔壁的就是邻居也是抗议嘛，觉得就是你这样房子会不会垮之类的，所以我们就是研究，然后加了很多钢构，所以花了我记得一支2万5，我们家超多支的。真的很多支，对，因为那时候就是每一分钱好辛苦，真的很辛苦。然后就想说，好，这今天要加12根，好，12根，对啊，楼下就不知道几根啦，对啊。然后我们就好，那就做。然后那楼梯也是，就是那楼梯我记得100多万，只有那个楼梯，那个很漂亮的楼，真的是很美啦，对啊。当初原本想说要不要坐电梯，就怕有年纪大的，但是后来发现没有空间，我们要做完，除非正前方做个透明的，但是电梯的成本也很高，后来想算了，还有维护的问题，对，就想说就是做，我觉得已经极限了啊，对我来说，因为还好没做，不然那个电梯就变仓库，而且我要做透明的，你看很可怕，不然就是活动柜台之类的清扫电梯。然后我就觉得全部交给设计师，我就没有任何像后面这个叠这砖头，这个师傅非常厉害，他超会叠，他就是你看他一次叠，他这不是旧的，他是我们自己叠的，叠上去所以多一层哦。对，怎么多一层？没有，这边本来就一层。只是我们把墙壁敲掉，然后再叠这个红砖上去。对，因为它原本墙壁是真的就不太堪用。那就是老房子啊。那几乎整个敲掉了，对不对？真的，几乎全部都没了。所以你这里是就是签约的嘛，并不是你自己买下来的地方。对，如果能买下来，我可能也不会做签了几年啊？10年。这个地方签，你有没有担心？就是现在已经第9年了，我很担心啊，但是10年会发生什么事情？这样，而且你又花了这么多钱在这个装潢上面。我觉得人生如果你想太多，就没有办法前进。你看，他就是又来了，不是因为如果你所有的事情都瞻前顾后，然后担心这做不成功，这考试失败，那你就在家这样就好了。Just do it。真的，因为我们现在是那个什么，我们是激励频道。没有，因为我觉得就是一定要做了，你才知道你有办法到你想要到的地方。对啊，那个门没有开，你不知道里面长什么样子。对，因为很多地方就是房租的事情真的是很令人忧心。好了，他不担心就好，我只是就是问一下，就是应该就是担心也没用啦。对啦，其实他真的想要怎么样，你不管签10年、15年都是一样的。那12根就拆走啊，整个里面变空屋，对，楼梯全部拆走。对啊，那个也拆走，我们的壁炉。对啊，就是能拆的东西全部都拆走，马桶什么都拆走，因为这里面应该原本可是都打掉了，基本上就没有，这应该已经完全没有原本的样子了吧？我有留一些原本的照片，但是真的就是都是什么斑驳的瓷砖啊什么之类的，因为40几年的房子嘛，对啊。哇，可是当初啊，你在这个创业的时候，你是有贷款的吗？我想也是啦。但是你有用你有用过那个青年？有。他有我们刚刚在说我就说那个青年创业贷款，然后优宇就说青年创业贷款，我说还是青年家庭贷款。有，我有贷那个，然后那个还有装潢贷款嘛，有一些还有贷款跟家人借，那个就是刚刚说的那个青年家庭贷款，对，因为那个就是慢慢还啦，这样子。对，你现在已经还清了吗？快了一下，还有一段。哇，天哪，开了9年了，但是还没有还清。对啊，因为那个金额是非常的惊人。对啊，所以加上我们店有很多库存嘛，每个月要又在增贷，就是我要花很多，就是没有办法，资金流没有办法这么滚这么大。对，因为一开始开店的时候，我们需要缝纫机嘛。然后我想说一次至少要10台左右，那个都是非常大的花费。那时候，对啊，这个其实开店成本不小因为你知道手做的东西有多少嘛？而且其实像剪刀，你不用像一小箱就多少钱了。对啊，对啊，然后你可能又需要假设你要5款你1款又要10支，完了，我现在要哭了。怎么是这个点啊？我也摸不透，我永远都摸不透它。没有，因为有时候看到库存，然后拉开了抽屉，我真的会好多，对，都是钱。
然后有一些剪刀单价很高嘛，什么意大利剪刀什么的，对对，一把可能就300块了，然后就小小一支这样，然后就10把就3000块，囤货真的是不容易。对啊，可是你差不多几年，4年前，已经4年前了吧？是疫情那个时段了，你是怎么样撑过这？因为你知道疫情一开始可能还好嘛，大家疫情你们两个都还没来，我们2个都还没来，所以我非常好奇，你还没有经历过那一段，没有经历过，对啊，因为疫情的时候，我跟你说超酷的，我跟你说刚开始他已经等不及了，等一下，我没有等不及，我在回想一下，刚开始第1-2年那疫情是不是只是大家没办法出国，所以是不是其实还好，没有太大的影响？还是说那个时候大家会变得很积极的在国内，就是我们先从第1年开始讲起好了。没有，因为那年是2019的样子，然后那一天我从日本回来我就看到新闻，就已经不能出去之前回来的这样。对，然后后来就反正就很惨嘛，那我们店就是不能开，有一阵子不能开嘛，然后我们就开始做出货，就是只有虾皮。然后那时候不是买不到口罩，就很流行做那口罩套，然后我们就知道了以后，我们就很多人来跟我们买，然后我们就开始打材料包。你说口罩套的材料包？对，就是在打材料包。然后口罩有分那个什么正方形，还有那个扇形的，有2种形状，就是立体。我之前面有弧度那种立体的。然后那时候我们就是卖到非常好，好到就是我们还上报纸那些上说虾皮现在最热卖的东西，然后就把我们的对我们的那个卖场贴出来，又把那个剪报留下来吗？不知道在谁家。对，然后我们就还没有留，我们就一直在出货。然后那时候后面我们那一区还没有桌子，然后我们就拿很多箱子，然后放各种，例如说这是女生不挑款，然后女生挑款，男生不挑，男生不挑款，然后形状，然后各种，然后全部在中间，我们都是弯着腰在那边出货。然后后来觉得实在太累，我们就把它垫高。然后那时候我们就一人一张桌子，就是专门看，因为每天都有上千个单，在亮红灯。然后我们就是压力很大，因为今天要出多。然后我从头到尾都在天井，然后站着剪那个布，因为那个布是直接要剪嘛。然后我剪到，因为我那时候没办法戴口罩，因为它那个粉尘太多，很难过，就是很闷。然后我剪到就是去医院肺发炎。你说吸太多那个棉絮吗？对，因为那每天要剪，一直就是整个你进去那个天井是有点那种白白的。对，就是粉这样，对，然后肺发炎大概1年多才好，就很严重。然后那时候医生说我是有点变成气喘，对，就吸太多，就我躺着我那个气会吸不起来，对啊，然后就反正很惨。但我现在肺很好，就是医生说什么都没有干净这样。对，然后那时候是每天剪，然后一直在出货，然后贴。那时候我们还没有那个贴纸，你知道吗？我们就是标签机还没有印出来，然后贴4张那个透明的贴。你说透明胶带4个封，然后去 7 好像可以拿那个透明的啦，就放进去，然后贴。然后那时候我们店好像还没有影印机对，没有影印机。然后我们去 7 要按那个号码，所以我就去那边一个一个按的，就拿一袋，我跟布兰就拿一袋，然后第一个开始按号码印出来贴，然后我们就这样子拿，然后一次都是一大袋，一天要出好几百件。所以那大概半年1年都在忙这个，所以我几乎都没有照顾小孩，就我小孩都是长辈来帮我带，非常非常辛苦，就是做到凌晨每天。然后有一阵子是那个后期是那个桌上型手压钳很夯，因为大家要做那个口罩绳。然后我记得那一天是除夕，然后说我们店没有半个人，我一个人在那边包了大概100多个桌上型手压钳。就是因为它可以刚好放在，它要包那个透明那个防泡，然后再帮它装在那个有个袋子里面。我就一个人100多，然后100多从这里自己拿去 7 寄。天哪！那阵子啦，就是很忙。所以这次的生活持续大概快1年。但是我觉得就是靠这个，我们有撑过疫情。就是你只要早上起来看，就可能有200多个未出货的订单，然后是亮红灯，我那个心理压力真的很大，对啊，到最后就是我都不管。没有想到一间手作店会因为口罩的关系，对啊，可以持续下去。台湾真的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地方，我觉得很多很神奇的事情都发生在这里，这样。工商时间 ，Brother N370 刺绣机，手作森林独家限量赠品，总价值超过2万元，还有最安心的服务。买缝纫机找手作森林。那时候没有因为这样子就有点
想放弃嘛，干脆不要做，好累这样。没有，你有生意做大饼没有？你知道有多少手作店倒了吗？在这2年，很多手作店都收起来了。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还有生意做是要开心的，不论它是什么生意啦，就是它其实赚的很少，或者是做的嘛，就是要包啊，很痛苦，我们还是要做。对，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你经历过这么多之后，你才会有这种想法。你一开始开店，你可能会觉得说这没赚钱，我干嘛要这样做？可是可能到了一个程度之后，你就会说，有人买就是好事。对啊，而且如果大家都可以自己做手作也很好，像那时候很多不会说的手作人都去缝那个口罩套啊。那如果大家可以接触一点手作也不错。像日本的小孩都有上这种家政课吗？台湾比较少。其实以前也有家政课啊。有缝东西吗？有啊，我记得我都缝几乎全班的。我不知道那个玉的年代有没有？有啦，有平针缝啊，那时候缝超烂的。那时候国中就是会有家政课啊，然后也会有工艺课。有，我很爱耶，就是要去做木工啊什么。我也觉得那个很有趣。对啊，其实我也是。他怎么办？我们学就来可以做。我们下次请木工老师。对啊，我们下次有没有认识的，就是木工老师可以帮我们联系一下，我们来访问一下，就是对啊，木工老师这样。有我有对啊，不然就工艺那个学校工艺老师去找他，要不要外派？我觉得好像还不错我觉得就是这几年啦，还是说现在这个大家流行的趋势会变成说他喜欢就是比较不一样的东西，所以你就是做手作这么久，你有觉得就是手作这个行业上有出现什么变化吗？或者是说在这件事情上面，譬如说现在其实虽然我们先不管生意，但是好像做手作的人好像变多了，还是怎么样？我觉得现在大家比较想要快速的做完一些东西，用简单一点的方法，然后可以快速完成自己想要的东西，不是像以前大家可能为了一个东西缝了大概1个礼拜，他比较不会做这样的事。现在的人对，但是我觉得拼布这种东西还是大家，我觉得因为它缝出来就是跟一块布做出来实在不太一样，所以可以保留比较久，所以拼布还是希望大家还是可以来学啦。拼布还是有它的魅力啦。对啊，那个是无法复制的东西。我们差不多是在那个时候开始经营 YouTube 频道，对不对？对啊 ，YouTube 频道是几年了？不知道好像是2020年了，4年前啊。对，那你开始想要开 YouTube 频道的这个因为那时候有日本老师来我们店教课，然后我们就想说把它录一录、剪一剪，然后放在网络上，所以才想要开 YouTube。所以你单纯只是想要放在网络上，然后就想说找一个可能比较红的平台，然后这样放上去。对，就想说放上去，然后有一些小分享可以分享给大家，这样对吧？对吧？太久以前了，为什么才4年这么想不起来？对啊，没关系，我大概40分钟前的事我就想不起来。round down 你忘记了？对，因为 YouTube 我们一开始好像是放店里介绍啦，就店里介绍跟日本老师来我们店。不过真的，因为有很多同学确实是看到我们 YouTube 的一些比较简单的教学，然后自己做了自学之后才来教室上课的。因为我一开始你是自学嘛？我一开始是自学，我不是自学，他是本科生。自学的人坐在你的左边。没有，我以前会买很多，因为以前就是我就会买很多手作书，然后来研究它什么。但是当手作书它这一步骤到这一步骤，你有时候要自己想不到，因为它只有照片。对，中间其实有一些连贯的小，我觉得那是给有基础的人看啊。对，真的，它是大概让你知道这样子，这样子。但是有时候车的细节真的是你这样折过来，那个图片是无法，所以就是要车1次、2次、失败3次、4次。我加一大堆失败品，就是要车到最后才会，哇，原来是这样。然后你要写笔记，不知道怎么写，没办法用文字叙述出来。对，所以他也不是故意的。如果我现在重新回头看，我觉得一开始就要找老师，不要自学。我觉得这真的就是看你想要到达的程度是什么。如果你真的想要做到一个很深，然后你想要学到很多技巧的话，就是还是推荐大家找老师。像我自己在学语言的时候也是这样，我的就是朋友就是语伴就跟我说，如果你真的想要认真学的话，你还是去找老师比较好。他会觉得你可能遇到什么问题就问了一个好，譬如说母语者好了，可是问题是你就是解决了你这个单一的问题而已，其他地方你还是有很多要融会贯通的，最好还是有老师这样系统性的教学。
就时间会拉比较短啦，不会花时间一直在。时间就是金钱，好不好？我们是等号，你要么就花钱像我很省时。喜欢做面包蛋糕，然后我做也会，就是我自己自学，常常为什么变发糕？我不知道原因啊，但我从头到尾都跟着步骤，为什么会是变这样子？那也许我这个真的要上课。如果你第一次好有人教我，我可能就再也不会做发糕了。对啊，好啦，那你从就是到现在第9年了嘛？你这中间有没有真的是想说，我真的想放弃了的心情？因为疫情都撑过了。有啊，大概半年前吧。那这么近？你是说现在的开始数的半年前吗？是什么压倒你了？就是因为有一些就是恶性竞争，然后什么关系让我，因为我没有办法，我不想跟他竞争，然后我选择不面对，但是又不能不面对，因为大家都一直跟你讲，你就很痛苦。然后那时候我真的觉得我很想放弃，我每天都在想放弃这一件事，我在想我要怎么放弃，但我发现我没有办法放弃，因为我牵挂着很多事情，所以我后来就决定，那既然没有放弃，就好好做。反正我是预计我要做到65岁以上了，对，因为我觉得我喜欢我现在这样子不是退休这样不做，我觉得我会忧郁症，对啊，你就会突然失去了一个开心，因为我觉得这是好玩的事，对，即使消价竞争。对啊，因为其实这一行其实难做的是，因为这几年网络发达，所以大家都会恶性竞争，然后用价钱去比。那当然有些人是在看不到的地方，我们在看得到，很多看不到的地方一直攻击我们啊，或者是用各式各样方法，我这个卖多少钱，明天就比我便宜。但是我觉得，我现在有点不太想理他们了，因为我觉得他们就只是一个背后一直在弄我们的人，然后他也不会手做，他可能完全不知道手做什么东西，他只是在卖这些材料而已。我觉得。我不想要跟他们一般见识，对，就是坚持做我们想做的事。对，因为我本来就手作老师，那手作材料本来就附加的嘛。那我只是希望教大家东西，大家可以学开心的东西，而不是每天一直在那11元跟12元中间痛苦不堪。就是你知道那个1元之差，你就会想说，那我到底要跟他这样子扣1块吗？我需要跟他这样？对对对，然后就是各种，然后你今天讲1块，明天又讲了1块了，那到底是2个人就两败俱伤？那何必嘞？那他们就是真的躲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因为我真的不知道他是谁。但是我觉得我只想要做我自己觉得对的事，对啊，就是那对不起，我们不是真的卖比较贵，只是我们就是卖合理的价钱，对，这个我真的是要替我们自己平反一下。你也想想看，我跟你说，如果有在我们就是不管是虾皮或是官网上面购物的人，如果你有机会问问题。就是在聊问问题的话，你就会发现我们小编真的非常用心的回答，我们都还要特地去找老师，然后跟老师讨论说，这个是可以这样子做的吗？这个做出来是这个效果吗？那我们还要再反过来想说，这样客人看得懂我们在说什么吗？那我们要不要画一张图给他看呢？对啊，其实就是我觉得这些附加价值你真的要自己有感受到。对，因为我们真的不是只卖那个商品而已。对啊，我们就是会，你有什么五花八门的问题，很少见的问题，我们都会想办法就是回答这样。对啊，觉得主要是我们大家员工们对手作其实都有一份热爱在，所以才会很愿意就是继续推动这个手作这件事情。可是我就是很好奇，因为像我自己就会觉得说，譬如说我以前做餐饮业嘛，那我其实是非常享受在做的这件事情。可是当你变成一个经营者或者是管理者的时候，你其实等于跟他已经开始有点距离了，因为你就是完全进入到另外一个世界里面。这东西没有让你觉得很挣扎吗？很挣扎，每天都在挣扎。因为就是例如说我现在要进一块布，然后布上给我看很多布，我喜欢这一块，但我知道我喜欢，大家不一定真的喜欢，但我确定这2块大家会喜欢的时候，我要进什么，就我只能进大家喜欢的。那一开始我是先进我喜欢的，后来我经过了一段时间都是进大家喜欢的，以后我现在又开始进有一些是我喜欢的了，就是说到底你最后还是想要进你看了舒服的花色。对对，那看了不舒服的就是他也不会来找你，因为你们不是一样的人。对，后来以后应该列一区是 Niki 精选，对，是怪怪的部分。我们待会就来列。没问题，做一个边条把它框起来这样。对对，因为我喜欢的布子有一些真的还蛮奇特的。真的，这种尼基的那个喜好非常的特别，我只能这样说。但是很神奇，很多变了，很神奇的是他撑得起来。
只有他可以。对，就是我觉得真的每天都在挣扎这些。例如说，我现在很想缝东西，但是我必须，你可能要去看账单啊，对，完这样，都可能要把这个图画完，或者把这些事情做完，或把这事想完。其实然后又要准备，可能明天开会要讨论什么事情。对，然后开会的那些内容都真的很血腥，我真的，你知道我是一个手作人，哔哔哔哔哔，但开会的那些内容都是真的。讲真的，我从以前到现在，我对于这种，例如算钱啊这种事情我真的很不擅长，但是还是要面对。对啊，就是当你是一个经营者的时候，你就必须，你至少要了解到一个程度。好难哦！你告诉我1公分几重我可以，但这真的不行。然后说你帮我算1公分几块钱，我可能要等一下。对，就是他所有东西都变成数字，那变成说啊，这个月的销售跟上个月相差多少钱？然后变差了，那 Google 搜寻的人数变差了什么的，然后觉得就是它已经是别的事情了，就等于说你可能会计是一回事好了，那你现在进到来是一个广告行销的这一块，又是另外一件事情。其实那都不同领域。对啊，你看，而且现在的广告行销方式已经开始转变了嘛，可能变以前的电视广告，现在人家没有谁在看电视啊。说真的，家里的电视就是一个很大的荧幕而已，其实没有人在看，很少人，我觉得啦。没有，就是可能大家打开电视就打开是可以连接到 Netflix 有没有？就打开还在滑手机啊，现在都这样子啊，你电视只是背景，所以其实已经不走电视广告了嘛。那我们现在可能看就是一些短影音啊，或者是一些网络上的影片啊。可是你想想看，这个转变啊，你其实也是要去学习这些事情。你看我们现在在这录这个就是一个转变。对啊，我想你在当初9年前开始的时候，应该没有想象自己现在是这个样子。没有，因为我非常不喜欢露脸跟拍照，对啊，非常我很好奇，非常不喜欢。对这个事情内心的挣扎是就挣扎。大家有看到我们370的影片吗？对啊，满满正能量。对啊，就是我觉得就是当做挑战啦。对，因为有些你排斥你不想做，也许很好玩啊。对，所以现在我就女汉子。对，真的什么都可以挑战，但是云霄飞车我不行。对啊，我觉得就是一个产业的变化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再过10年也不知道会怎样，手作界。对啊，而且我前2天刚好遇到一个学生，他跟我说，他说：“我有看到你们跳舞的影片。”是啊。等一下放在左下角，在左下角，我们直接就是放在左下角，再给大家看一次。对，那个真的是一个突破，我觉得是突破，真的突破。但是其实学生他也觉得很有趣，他就说：“他说我觉得你们，因为他也是一个应该也是蛮久在我们这边上课很久的学生，他说我觉得你们也是在改变我觉得很好就是开始慢慢有一些很不一样的东西。”他说：“你看你们现在还跳舞。”我觉得真的他就说你看我就记得你们跳舞，这样就是真的。我们店里不是布料就是这种比较花的嘛，然后有些同学他们会做完不敢穿，但最近我真的发现他们都会穿来教室，而且他们是很开心，然后我就帮他们拍照什么的，就是鼓励大家，就是你做你喜欢的衣服，你不要管别人怎么看你自己开心就好了。真是这样子。我前2天才跟就是同事讲说，因为我就是有在学意大利文嘛。哪一个同事啊？就是其他的同事啊。然后我就是有在学意大利文，然后就有一些意大利的朋友，就是欧洲人这样。然后他们有时候看我的照片啊，就会说，他说为什么你都要穿一些很像洋娃娃在穿的衣服？有吗？就很宽呐，很多蓬袖，很多蓬袖啊，然后很多颜色啊在身上。他就说，我不觉得你们亚洲人应该是这个 style。他说我们欧洲人没有人就是这样子穿。然后还有人说，为什么你们要穿得像修女一样？因为就是你知道7分袖啊，然后这边高领。有立领的什么？因为我觉得这个文化差异让我觉得非常的有趣，因为他们就是可能欧洲人就是会穿的比较，就是展现自己的身材这样子，然后就会比较贴身，然后就是可能颜色也比较干净一点，对，真的很像洋娃娃的衣服。而且你知道现在看我们每个人都很像洋娃娃。我还听完想说，好像有点道理。还有修女蛮修女，那就是我冬天的衣服，然后我还带那个白色鳞片，有没有好几层？
穿了3层，然后还戴发带，然后就说为什么你今天穿的像是修女一样？我一开始还以为是我看不懂那个单字，我还去 Google 翻译，修女，真的哎。然后我后来回头看一看，好像是难怪我真的。们店都没有外国人，我们的受众是亚洲人。但我后来也有跟他说，我说其实我在穿的衣服也不是我们一般台湾人在穿的衣服。对啊，对，我觉得还是因为我就很喜欢不一样的东西，但是我觉得其实来教室的学生应该也都是怀着这种心情，就是他就是想要做一件就是只属于自己的衣服这样。然后说真的，大家就是穿来这里同温层，好不好？对，我们就想跟然后去停车场再换掉。走去外面就是在厕所换一下 T 恤牛仔裤再走出去这样，但是我们在里面我们就放胆穿。其实我们店的对同学大家都蛮敢穿的你再怎么样我们都会觉得很特别很好看。其实我们店的布都很低调我们已经尽量就挑过了。对啊，我们不会选什么桃红色。你就最爱穿桃红。他不是穿了2次吗？大家我们有凭有据。原本今天还想穿，后来想算了。要冷静这样。真的耶，反正就是我觉得大家可以来，就是这边不用担心什么。洋娃娃又如何？我们就是洋娃娃。今天这一句放的 slogan， 洋娃娃又如何？我是洋娃娃，洋娃娃又如何？这样，我就是我自己。洋娃娃又如何？我正在看他的小抄，差不多了，差不多了。没有啦，好啦。最后就是你想想看啊，你从9年前一个人嘛，然后到现在已经一群人，对啊，那你接下来啊，你还有下一个目标是什么吗？你昨天没告诉我这个问题，我也是刚刚才想到的。目标对啊，你有接下来你想要再往什么地方发展，还是你觉得就是你可以在？其实我觉得我这几年最大的目标还是想要做连锁店啦。你有但是我想要做连锁觉得店这个真的有点困难，所以我希望我们的材料包啊，然后执行还有很多的做法都可以就到处都可以买得到，像成品啊、博客来啊，或者是Seven 啊，各个通路都可以买到我们东西。所以你现在就是你连锁店这件事情已经算了，这样。我是很想啦，以前的梦想是在日本开一家我们的店。对，那直到看到有些开的人已经收起来以后，我就有点害怕。所以真的有人去日本开这样的手作店？不好说，不好说，就是还是会有，但是我那时候是那个想法啦。那现在也觉得我很想在周末黑开耶。对啊，但是我觉得那也就只能当做就放在回忆里。然后我希望就是我们的材料包可以到处都买得到，然后就可以线上看我们的教学。我觉得就是变到普及一点，就不是只有我们在我们店里才有办法买到这些东西。等于是你想要接下来的下一个目标就是你要扩大这个销售通路，这样对，然后可以你看你在 Seven 然后就看到我们的材料包，这是我想要做的，然后可以在 Seven 书架上看我们的书。说到你的书啊，我的书我预计我希望在开学之前可以开印，到时候我们就会放在这边给大家看，然后就会有一些当做赠品。对啊，我们一定是一开始我们要当赠品送了，对，支持我们留言，先推广出去这样子。没问题，继续关注我们，大家赶快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对，没错，然后开启小铃铛。好啦，那今天就是跟 Niki 稍微小小的聊一下他的创业故事。当然有很多可能没有分享，他可能也忘记的事情。如果我们之后呢有机会的话，会在聊天中慢慢的出现这样子。那今天就到这喽，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拜拜。